只因为我是个水电工，我妹就不让我参加圣诞节聚会，因为她觉得我会让她在男朋友面前丢脸。所以我直接断了她法学院的学费，现在她回头求我了。好啦，这故事我已经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在想要从这场灾难的哪里开始讲起。我想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今年32岁，未婚，自己开了一家水电工程公司。对，我知道在某些人眼里，包括我的家人，这工作不够体面。但老实说，我赚的很多，而且我很喜欢这份工作。能帮人解决麻烦，修好东西，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虽然有时候得应付一些难搞的客人。我妹阿曼达26岁，目前正在读法学院，而她的学费一直都是我在付。没错，从她入学第一天开始，她所有的学费都是我出的。她现在的男友是当地医院一位当红的医生，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变掉的。大约在圣诞节前1个礼拜，我接到我妈的电话。先说一下，我妈平常从来不会没事打电话关心我，每次打来要不是有事要我处理，就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而且说白了，多半跟钱有关。但这次不太一样，她一开口就吞吞吐吐，语气怪怪的，好像正准备告诉你家里的狗死了一样。然后她对我投下了震撼弹，今年的圣诞节聚会，我没有被邀请。就这样，没有预告，没有商量，什么都没有。起初我以为我听错了，以为他是说要改期之类的，结果不是。他接着说，也许这次我最好回避一下，因为他们希望聚会里的每个人都能自在一点。我当场傻住，完全没想到会这样。我们家从来都是一起过圣诞的，就算以前我创业初期忙到没日没夜，但我从来没有缺席。当然，我的家人一向对我的职业有点意见，他们很爱花我赚的钱，但绝对不会主动跟别人说他们的儿子哥哥是做水电的。所以我追问他，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开始支支吾吾，在那边兜圈子，讲什么专业形象，让大家舒服，但就是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直到那天稍晚，我才从表妹莎拉那里得知真相。她前几天无意中听到了阿曼达跟我妈的对话。原来，我那位宝贝妹妹告诉爸妈，有我在圣诞节聚会会让大家很尴尬，因为我和她以及她男友的社会地位不搭。我自己的亲妹妹，我出钱让她读法学院，她却因为我只是个水电工而觉得我有失颜面，不想让我参加圣诞节聚会。她担心那位高贵的医生男友没办法接受跟一个靠双手干活的人同桌吃饭。我越想，之前那些不对劲的地方就越清楚。比如阿曼达从未邀请我参加任何她法学院的活动，尽管学费是我付的，或是每当她朋友问起哥哥做什么工作，她总是转移话题，又或者她跟男友交往快1年了，却从来没介绍我们认识过。最过分的是，我爸妈竟然同意她的做法。他们真的认为，因为儿子的职业会让宝贝女儿的男友感到不舒服，所以把儿子排除在圣诞节聚会是可以的。而这个儿子从18岁就开始帮忙负担家计，这个儿子白手起家创了自己的公司，这个儿子毫无怨言地付着他们掌上明珠的法学院学费。我妈试图用一些话来粉饰太平，哎呀，宝贝，你知道那些专业圈子就是这样。也许明年等你事业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再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公司，我有员工，我靠着诚实的工作，年收入数十万美金。但显然这还不够高级，只因为我上班不穿西装打领带。我花了一整天消化这个消息，越想越火大。最后我得到了一个透彻的领悟，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妹，一直以来都在利用我，却又以我为耻。就在那时我决定，够了。如果我去圣诞节晚餐会让他们难堪，那我的钱用来付法学院学费应该也一样难堪。如果我妹那位高贵的男友发现他的法律学位是一个水电工付钱读的，那传出去多难听啊！但等等，这只是开始。真正的好戏是在我决定行动之后才开始的。现实报来得很快，尤其是伴随着学生贷款一起来的时候。在得知因为我的蓝领职业会侮辱到我妹男友脆弱的感受，所以圣诞节不准我参加之后，我的心情很复杂。你知道那种当你愤怒到极点时，突然变得异常冷静的感觉吗？我那时候就是那样。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翻阅以前和阿曼达的简讯和对话，蛛丝马迹到处都是，只是我以前不是瞎了，就是太笨没看出来。例如，去年春天他办了一个庆祝法学院大一结束的派对，那一整年的学费确实都是我付的，但我没收到邀请。当我问他这件事时，他撒谎说只是读书小组的小聚会。后来我从脸书上看到，那是在市中心一家高级餐厅举办的大型派对。还有一次，他说需要一台新笔电上课。
明明我对电脑很熟，他却叫我直接把钱转给他就好，而不是让我陪他去挑。他当时说他太忙，没空一起去买，但现在我很确定，他只是不想被看到跟他的水电工哥哥出现在苹果电脑的店里。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几乎是一种固定模式，这既好笑又悲哀。每当他需要钱的时候，这很常发生，他就会传简讯给他那个丢脸的蓝领哥哥。但当涉及到要在他光鲜亮丽的新生活中承认我的存在时，就完全已读不回。我决定靠我那位有在今年家族的圣诞节群组的表妹来打听消息。阿曼达为在圣诞节排除我这件事已经铺陈了好几个礼拜。她告诉爸妈，她的男友克雷格来自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家庭，她很担心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还说有个水电工兄弟可能会损害他的专业前途，还有其他那种精英主义的废话。想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真是谢谢我表妹莎拉有一颗热爱八卦的心，她把阿曼达在圣诞节群组的发言截图传给我。我直接引用她写的话，我只是不想让克雷格觉得我们家没什么文化，这可能会影响他家人对我的看法，他们在法律界有很多人脉。没什么文化，我很想回复告诉他，他之所以能受教育，是因为他那个没什么文化的水电工哥哥每年替他支付$43,000的学费。但我忍住了。我开始在心里盘算一个计划，有时候你必须放长线钓大鱼。再想深一点，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关于圣诞节，这是多年来我的家人，特别是阿曼达，把我当成一个见不得光的秘密。他们乐于接受我这个水电工赚来的钱，却不愿承认钱是谁赚来的。说个有趣的事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做水电其实要学很多东西。例如，多年的学徒制、执照考试，以及为跟上新法规和技术而不断进修。我花在研究水务系统和建筑法规上的时间，可能比阿曼达研读侵权法的时间还多。但因为我是靠双手工作，他们就把我当成一个无法在真正的专业世界生存的笨蛋。其实我会选这行，是因为我擅长这个，而且看到了商机。我高中一毕业就开始当学徒，学习所有能学的东西，考取证照，最后开了自己的公司。我目前有3辆工程车在外面跑，2名全职员工，而且工作多到接不完。但在我家人眼里，我依然是那个修马桶的丢脸儿子和哥哥。我忍不住一直想起，有多少次我加班赶工，为的是付阿曼达的学费；有多少次我延后买自己的东西，或是少存一点退休金，只因为我把家人摆第一。与此同时，我妹妹只想在新男友和他家人面前隐藏我的存在。就在这时，我表妹又丢另一颗震撼弹给我。克雷格的家人似乎不太在乎这些事。他的叔叔是一名成功的承包商，他们家的房子还是他叔叔盖的。克雷格高中时还暑假去帮过忙。阿曼达纯粹是自己觉得他们会看不起我，因为他自己就看不起我。我花了好几天消化这些资讯，同时透过莎拉暗中观察圣诞节群组。我的家人并没有把我家加入群组里，美其名是为减少圣诞节安排的尴尬。阿曼达一直在讲他有多高兴能招待克雷格来吃圣诞晚餐，说克雷格家在城里各大律师事务所都有人脉，他可以透过克雷格的人脉获得暑期实习的机会。这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我爸妈没有，其他亲戚也没有。没人说，也许我们不应该排除那个一直帮阿曼达付学费的人。每个人都只为阿曼达能透过男友家获得令人羡慕的实习机会感到高兴。就在那时，我彻底清楚该怎么做了。如果他们想假装家里没有水电工，我就帮他们把这个伪装变成事实，从阿曼达的学费单开始。在反复思考这整件荒唐事几天之后，我决定是时候行动了。我不想要传那种愤怒的简讯之类的。我现在知道把我塑造成坏人是我家最爱的嗜好，所以我要用一种让他们无法扭曲我的话，无法把我塑造成坏人的方式来做。我等到阿曼达下一笔学费快到期的时候才出手，大概还剩2周左右，他通常这时候就会开始紧张。他会开始暗示我记得付款截止日，像是学校最近一直在发缴费提醒信。但这次呢，完全没消息。他大概以为就算圣诞节不让我去，学费还是会像往常一样自动出现吧。顺带一提，我一直都是用学校的线上系统直接缴学费的。账户是阿曼达一开始就设好的，他把所有登录资讯都给了我，这对他来说真的很方便，我就像他的专属提款机。总之，我登入网站，看到下一笔待缴款，春季学期$21,500。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他努力向男友隐藏我的同时，我为他的学业付出了多少钱。
你知道要修多少个水管才能赚到这么多钱吗？答案是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多得多。我打电话给阿曼达，我不传简讯，因为我想在投下震撼弹时亲耳听到他的声音。电话响了3声后，他接了，听起来很不耐烦，好像我打断了什么重要大事。干嘛？他那口气好像在说，快点讲，我正忙着。哦，抱歉，我试着装作若无其事，只是想跟你确认学费的事。快到期了对吧？他的声音瞬间变了，突然间他变得甜美又热络。对呀，谢谢你记得，是15号到期，你那边付这笔钱没问题吧？其实，我回答，我一直在想你跟爸妈说的关于圣诞节的事，关于有个水电工哥哥会让你在克雷格和他家人面前感到丢脸的事。电话那头完全安静。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挤出话，那是谁跟你乱说的？谁说的重要吗？我反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试图辩解，哥，你不懂，克雷格的家人，他们对这些事情很讲究。他爸爸是法官，他妈妈是各种慈善基金的董事。我只是觉得，也许假装没你这个哥哥会比较好。我帮他接话，因为我只是个低贱的水电工。你这样讲并不公平，他抗议。我没那样说，我只是，如果我想在法律界发展，我需要他们认真看待我。你知道这些圈子是怎么运作的？我忍不住笑了。其实我不懂这些圈子怎么运作，我只是个水电工，记得吗？但我知道我目前为止帮你付了多少学费，要我算给你听吗？他试图打断，但我继续说，第1年$43,000，第2年第1学期$21,500，加上其他杂费、笔电、教科书，还有那个你非参加不可的特别研习营。我算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大约是$77,000，全部都是由你这个丢脸的水电工哥哥付的。你干嘛这样？他哀嚎。你知道这对我的未来有多重要吗？克雷格家在顶尖律师事务所都有人脉，有个水电工哥哥会毁了这一切。我问道，即使那个水电工哥哥是你之所以能读法学院的唯一原因，你答应过要帮我的。他反击，你说你会支持我的梦想，这就是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了。对，我是说过，在你还愿意骄傲地叫我哥哥的时候。但既然你觉得我太丢脸，不配和大家一起吃圣诞节晚餐，那我想我的钱应该也太丢脸，不配拿去缴你的学费。你不能这样做，他大叫，在2周就要缴费了，你要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我平静地回答。也许问问克雷格，我敢肯定他那高贵的医生薪水付得起。还是说你只肯拿我那肮脏的水电工钱？他开始紧张地求我，拜托，我会跟爸妈说我错了。你可以来过圣诞节。拜托不要这样对我。不用了，我回答。我不想回去参加圣诞节聚会，我不想让你在克雷格和他家人面前丢脸。事实上，我不想再跟你们任何人有任何瓜葛。之前付的那些，就当作是我给这个嫌我丢脸的家最后的一笔钱。我在他还在哀求的时候挂了电话，并立刻封锁了他的号码。我也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没多久，我妈先打电话给我，一连打了5通我才接。我一接通，他就开始情绪勒索，这是他的专长。他哭着说我因为一点小误会就要毁了这个家跟阿曼达的未来。小误会？我问。他亲口告诉你，他以我的职业为耻，而这个职业一直在付他的学费。他不是那个意思，妈解释道。你知道阿曼达的个性，他只是有时候太想讨好别人。他其实很尊敬你。我差点被酒呛到。他因为以我为耻，所以不让我去圣诞节，这叫尊敬我。然后妈换了另一个说法，你想想，这会对他跟克雷格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他的家人对他的事业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哦，所以现在你要谈克雷格了？我打断他。真有趣，他和他的家人这么重要，但你自己的儿子却连上圣诞餐桌的资格都没有。他开始语无伦次，说那不是他们的本意，说我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这是我妈的典型操作，明明是他们刻薄在先，却要让我觉得是我反应过度。当我爸打电话来时，他直接采取愤怒攻势，我一点也不意外。他劈头就骂我自私、报复心重，说我是个混蛋，竟然拿阿曼达的学业开刀。让我确认一下，我对他说，因为我不想花几万块在一个以我为耻的人身上，我就变成一个坏人。爸，你讲点道理好吗？我们不是这样教养你的。他发出嘶嘶声。家人要互相支持。我回他，是吗？当你们同意把我排除在圣诞节聚会之外的时候，就是你所谓的互相支持。
他试图解释，说有时候我们必须为家庭的更大利益做出牺牲。这更大利益显然是包括拍克雷格的马屁，希望他能拉抬阿曼达的事业。但真正让我心寒的是，在这些通话中，没有一个人为他们对待我的方式道歉。相反的，他们只会说我为自己站出来的行为有多坏、多小气、多爱记仇，说我让自尊心破坏了家庭和谐。接着，亲戚们出场了。我的阿姨打电话来说，她对我的行为有多失望。我的叔叔传简讯说我要像个男人，要大度一点。甚至连告诉我阿曼达在群组里的发言的表妹莎拉，也传讯息说我或许做得太过火了。但你知道吗？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主动说要帮忙付阿曼达的学费。最精彩的是，阿曼达真的跑去跟克雷格说了。我猜他以为他会主动帮忙付学费。根据莎拉告诉我的消息，克雷格听完变得很沉默，然后开始问一堆问题。为何阿曼达从未提过他有个哥哥？为何不介绍我们认识？为何是他哥哥付法学院学费？克雷格无法理解为何阿曼达仅仅因为哥哥是水电工就要隐瞒我的存在。原来他的叔叔就是盖了他们家房子的那位，在成为承包商之前也是从水电工起家的。克雷格高中时还跟他一起打工过几个暑假。当阿曼达试图解释他的理由时，只是越描越黑。他开始讲什么专业形象、社交圈之类的。克雷格越听越生气，说他不敢相信他会因为某种社会形象隐藏并鄙视一直支持他教育的亲哥哥。隔天，克雷格告诉他，他需要时间重新考虑两人的关系，因为他的行为让克雷格看到他性格中他不喜欢的一面。没想到他还挺有原则的。与此同时，我爸妈不断轰炸我的电话。我妈又是哭泣又是哀求，我爸则在咒骂和威胁之间切换。他们所有的话都围绕着我只要闭嘴付钱就好，不乖乖付钱就是毁了一切。但我受够当他们的提款机了。如果捍卫自己让我在他们眼中变成坏人，那就这样吧。几天后，克雷格去了阿曼达的公寓。他大概以为克雷格是去和好的，但不是，克雷格是去跟他分手。克雷格说他无法跟一个会那样对待亲哥哥的人在一起，特别是一个支持阿曼达这么多的人。他说这让他质疑阿曼达的价值观，也看清了阿曼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阿曼达彻底崩溃了。他用另一个新号码打给我，又哭又叫。他说我毁了一切，克雷格因为我而跟他分手，他的人生完了，这全都是我的错。我回答他，不，老妹，克雷格是在发现你的真面目后才分手的，我只是停止帮你掩饰而已。他威胁要告诉所有人我在高中时性侵他，他要去向商业改善局举报我的公司诈欺，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多糟糕的人。我告诉他，尽管去，告诉大家你哥哥是个怪物，因为他在你试图隐瞒他存在的时候还帮你付学费，看看大家会怎么反应。然后他又回到哀求模式，哭诉没有我他付不起法学院学费，他得辍学，他会失去所有朋友，他的人生会毁了。我想在你决定我太丢脸，不配被你的朋友们认识之前，你就应该想到这些了，我回答。然后我就挂断电话了。根据莎拉说法，克雷格甩了阿曼达之后，他精神彻底崩溃。他不定时地出现在爸妈家，哭诉他的人生毁了。显然他告诉所有法学院的朋友，她男友会帮她付学费。所以当克雷格反而甩了他时，他彻底完蛋了。学费缴交期限逼近，他还没想到办法。他试着申请紧急贷款，但那些需要时间审核，而且他拖太晚了。而且他需要连带保证人，但我爸妈因为老爱过超支的生活，所以信用很差。莎拉传简讯给我，紧急状况。阿曼达刚在脸书发文说他要去你的店里找你算账。他看起来情绪很不稳定。我几乎没时间警告我的员工，他就穿着一身名牌服装冲进我的公司，头发乱七八糟，睫毛膏晕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当着我所有员工和3位客户面前尖叫。我是你妹妹，你应该要照顾我的。我试图劝他出去，或者至少小声点，但他似乎决心要大闹一场。你毁了我的人生，他尖叫。就因为你那玻璃心受伤了。你太自私了。一位跟我们合作多年、很亲切的老太太客户站了起来。她说，这位小姐，你就是那位她一直帮忙付学费的妹妹吗？阿曼达转过身，好像被打了一巴掌。这不关你的事。老太太说，你冲进来大吼大叫，就把这变成了大家的事。根据我听到的，你因为以哥哥的职业为耻而不让他参加家族的圣诞节聚会，却还指望他付你学费。在我家乡，这叫做恩将仇报。阿曼达脸上的表情僵住，他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应付外人的当面指责。
但他恢复得很快，转而开始哭泣。他哭着说：“你们不懂，他是想惩罚我才这样做的。他想毁掉我的未来，因为他嫉妒我的成就。”我忍不住笑了。什么成就？阿曼达，让男友甩了你的成就，可能得从法学院辍学的成就，在我员工和客户面前丢人现眼的成就。他吼道：“至少我在努力往上爬，而不是像某些人一样只会通水管。”他突然停住，也许意识到他正在一群水电工面前贬低水电工。我的资深员工麦克，一个自我创业起就跟着我的大块头，走上前用严肃的语气说：“小姐，我想你该离开了。过去5年，你哥哥用通水管的事业养活了我一家人，他付了我孩子的牙套费和我老婆的车钱，而且看来他也付了你的法学院学费。所以，请放尊重点。”阿曼达环顾四周，意识到他没得到他想要的同情，每个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最后他说：“好，我会在脸书上告诉大家你到底是怎样的哥哥。”我鼓励他，尽管去，记得一定要提到那段，你因为以我的职业为耻，所以不让我参加圣诞节聚会，却还指望我付你学费。我相信那会帮你赢得很多同情。那之后他气冲冲地走了，但在走之前还踢翻了我们的书写立板，并把柜台上展示的名片打翻。阿曼达离开后，那位老太太客户过来拍拍我的手臂说：“你知道，我已故的丈夫是个水电工，供了我们3个孩子读完大学。他们从来没一次为他的工作感到丢脸。”然后老太太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做的没错，孩子。有时候家人必须透过惨痛的教训才知道尊重是双向的。”那场闹剧之后，我不得不坐下来跟员工解释情况，他们完全理解。麦克甚至说，跟他家的感恩节闹剧比起来，我这根本是小意思。店里冲突事件后，阿曼达开始打电话给亲戚们，哭诉我有多残忍，多恶意，要毁掉他的未来。但家庭闹剧就是这样，每个人都爱凑热闹，但没人真的想帮忙。第一个是凯伦阿姨，她打来对我疲劳轰炸家庭责任，说我有多自私。这位阿姨3年前跟我借5000块美金做紧急牙科治疗，到现在都还没还。对话如下：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妹妹？她正在努力往上爬。我回答：真好笑，我记得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包括你有帮忙付过她的法学院学费。顺带一提，你还欠我那笔牙齿的钱。他结巴地说：那不一样，你怎么敢提那件事？我问：不一样吗？因为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家族每个人都很爱说要互相帮助，但等到真要帮忙时，大家就安静了。那之后，他挂了我电话。再来是史蒂夫叔叔，我爸的弟弟。他是那种爱吹嘘自己投资多厉害，但吃饭从来不掏钱的人。他对着我训话，说这是一种家庭投资。他告诉我，把他想成是对你妹妹未来的投资，当阿曼达以后当了成功的律师，他就能帮你。我笑得超大声。帮我，只因为我是水电工，他甚至不能忍受我参加圣诞节聚会。不过好吧，跟我说说他成功后会怎么帮我。他说，也许你可以帮他完成学业，之后他再还你钱。我说，好主意，那你为何不借他钱呢？你不是总老说你投资多厉害？这可是投资家人的好机会。他突然说有急事就挂电话了。这情况不断发生，真是太神奇了。最讽刺的是，那些打电话来情绪勒索我的人，没有一个主动提议要自己帮阿曼达。他们对于我的钱该怎么花很有意见，但自己的钱包却关得紧紧的。我真的受够他们了。更新，我妹因为我只是个水电工而不让我参加圣诞节聚会，所以我决定不再帮她付法学院的学费。我想我发一个更新，因为很多人传讯息问我后续。我从一个共同朋友那里听说，我妹跑去她前男友家，她跟克雷格的父母哭诉了一个可怜的故事，说她快失去一切，需要帮助，但她没提到是因为我是水电工而隐瞒我的事。克雷格显然在场，并把完整的真相告诉了他们。而他爸爸，那位法官，看了阿曼达一眼说：年轻小姐，如果你想成为律师，你应该知道，用半真半假的话操纵别人，对你的职业生涯不是好开始。最后，他不得不从法学院辍学，因为在没有连带保证人的情况下，他申请不到学生贷款。而在发生这些事后，家族里竟没有人愿意帮他担保。后来连祖母都介入，骂他们应该感到羞耻，连我父母也停止向我求助了。阿曼达现在在一间小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助理。据莎拉说，他声称这只是暂时的，直到他存够钱就会回法学院，但我们都知道那不太可能。至于我，生意一直在稳定的成长，我又增加了2辆工程车，并请了4个新员工。
因为之前的这些事，我反而和克雷格和他的叔叔麦克成了朋友，偶尔我们还会去喝啤酒。事实证明，当没有家庭混乱介入时，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父母后来试图跟我和解，但也只是因为他们的房贷需要帮忙。我拒绝了，并告诉他们也许该去向他们那位将成为律师的女儿求助。有趣的是，现在一切都摊开来，我反而感觉好多了，不再当家庭提款机，就只有我成功的事业，以及那些根本不在乎我是做什么的真正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 ，Reddit。有时候你需要网络上的陌生人来确认你捍卫自己并没有错。对于那些说我毁了我妹人生的人，我只能说是他自己毁掉的。我只是停止付钱而已。